和首次使用 Apple Pencil 以及 Procreate 的感想。首先，我选择的型号是 iPad Air 第4代64G WiFi。先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个型号，这不是我第一个 iPad， 目前我使用的是 iPad 5th Generation， 用作学习工具2年多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在制作视频之后，我发觉原有的 iPad 不能用 Apple Pencil， 给我带来了一些局限。于是我想要换一个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的 iPad， 也考虑过买 Pro， 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 Content Creator， 我主要的目的还是用来画一画封面以及 logo， 所以 iPad Air 已完全满足我的需求，而 Pro 的话，我可能会浪费很多功能。说一下为什么选择了最小的，一是之前我使用的 iPad 5代128G 用了2年，只用了20G。对于个人需求来说，除了增加了画画的需要，其他使用需求，比如打游戏、剪切视频，并不是我会使用的，所以大容量对我并没有什么必要。万一不够了，还可以外接 Type-C 内存。当然，如果未来Final Cut Pro 能在 iPad Pro 上使用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再一次升级。WiFi 版是考虑到我主要的使用环境是家，很少会出门使用，即使需要在外使用，手机的 Hotspot 也足够我的需求。颜色的选择上，我真的是纠结了好久，最后在蓝色与绿色之间摇摆。看了无数视频的对比之后，我感觉蓝色给我一种商务在办公室使用的感觉，但是绿色更贴近自然的颜色，并且和我的使用环境更搭配，所以最终选择了绿色。收到绿色的实物，觉得没有选错，真的很漂亮呀。我们再看一下背面吧。超级好看。虽然充电线换成了 Type-C， 但是偷懒的话，直接拿电脑或者 Switch 的充电器就能充，所以我感觉还是很方便的，而且 Type-C 的充电速度快了不少。来看看 Apple Pencil， 我选择了刻字的版本，想要刻字的话，只有官网有哟。官网显示订购需要2周，但实际上我1周就收到了，甚至比我的 iPad 还早。手感和一支钢笔的重量差不多，造型的话更像是木头铅笔。我刻了我的频道名字，完美。侧面磁吸的充电很方便，用完直接吸上也方便收纳，再也不会找不到啦。和我一起设置吧。新 iPad 和 iPhone 一样，可以直接从旧 iPad 传输资料，靠近扫一扫就 OK。Touch ID 的话，现在移到了最上面。
接触面积变窄了，指纹有点难录进去。我大概每个手指重录了4-5次，中间有点想骂人的冲动。好在最后成功了，这似乎也是因人而异，也有人一次就成功的。不过成功之后解锁速度还是很快，几乎没有延迟。设置好啦，来看一下和 iPad 5代的对比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没有了 Home Button， 增加了屏幕面积。大小的对比可以看到，虽然体积一样，屏幕大了一大圈。看到很多博主有分享配件，我的话目前没有准备用任何的膜或者保护壳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用了2年多的 iPad 5代，使用环境是家、大学和飞机。2年下来，我也只有这一条小小的划痕，是我能接受的程度，所以这次打算继续裸奔。但是看到好多博主推荐类纸膜，有点心动。好了，我们试试新的 iPad 吧。我打算用 Procreate 画一个频道水印。没有画画或者写字功底的业余人士，一下看到这么多笔刷，有一点挑花眼。我随便挑了一个顺眼的笔刷，写起来感觉还挺顺手的耶，也有笔压的感应。难看的话，悄悄地和我说。本来还想试试 P 照片怎么样，但是看上去还要好久才能下载完。等我用上手了，再有机会出新视频吧。谢谢观看我的第一个视频，下次我会带来用这次画的 logo 制作的 vlog。下次再见喽。